我们要对整个头发进行一个前后的分区啊，前区暂时用不到，我们先夹上。那这款发型呢，主要运用了我们八字修剪的技巧啊，然后咱们的线上课里呢，之前有详细的教程啊。那今天呢，它属于一款组合发型。好，我们在后面呢，左右分开，注意啊，一定要分到左右对称，因为在头模上呢不好分。好，我们分到左右对称，在后边开始操作啊，在发际线以上2指的位置啊，2指宽的位置呢，斜前划分。那注意呢，我们这个斜度呢不要太斜啊。划分到后侧发际线边缘的位置呢，大概1厘米高的位置就可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呢大概1厘米高啊，那你就得到了一个不是很斜的、比较缓的这样的一个斜前。好，继续，还要保持两边的平衡。那中间左右分开，然后我们在裁剪的时候略微向前靠一点点就够了啊，一点点来收窄前侧的长度，一点点啊。剪完之后的效果呢是中间长，两边短。好，第一步，我把头位稍稍的进行前倾啊，然后在后部梳起来，然后略微向前做一个偏移。保留的长度呢，大概梳子的1/3，然后把角度拉平，平行地面啊，平行地面。那假如把头位端正的话，现在我们仍然是一个堆积的角度啊。好，放下来。那我的站位是不对的啊，为了能让大家看得清，所以我站在侧面，仍然在后边向旁边偏一点点啊，手位平行你的分线。拉平，平行地面去裁剪，这样呢，我们仍然得到是一个堆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注意一定要前倾，否则你上面就会剪短啊。整个的后部我们分几片完成就可以了。好，平行划分。好，这一片呢方法相同，把它全部梳透啊，然后拉平，平行地面。好，继续向前划分，啊，始终接近于横片的修剪。好，继续拉平，好，注意看我们的技巧啊！当我把发片拉起来的时候啊，我是头位前倾的，然后注意看我发片下边是拉平的，上面是降低的啊。这个技巧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发片下边是水平的，就在同一个位置上去修剪。这样呢，前面也会略微放长一点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看到后部的饱满度啊。大家看一下，这种八字修剪呢，就会制造这个纵向的这样的饱满度。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线上课呢啊，要多去学习，多去看啊。那我们要善于使用每一个技巧。好，继续，整个后部呢没有别的技巧了啊。看，下面的拉平，下边的拉平啊，然后我们看好导线。继续修剪，方法相同，一直剪到我们顶区，把整个后发区呢都完成。好，我们看一下，好，方法相同。下边是平的，上面呢是低角度。
好，继续。那这种方法呢，角度呢其实很简单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跟住导线啊，因为接近横向的修剪呢，导线跟不住，两侧呢，它纵向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齐的硬线啊，这个要值得注意一下。剩下呢就是方向也比较简单，向两侧偏移一点点啊，角度也很简单。下面发片的下边是拉平的状态，这样剪完呢，有点像波波头啊。因为只要你把基础打得很牢固啊，你剪这些商业发型会很快啊。这样呢，我们后边就剪好了。得到了一个后半区呢比较饱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侧边去观察呢，它下边呢是极其的收紧啊。然后现在我们来解决两侧鬓角的问题。鬓角我们要从退化点的位置向后去分为上下两区。我们从前侧开始定出导线。那现在我下刀的长度呢，就是我鬓角最终的一个长度，所以呢，我在下边呢预留出梳子一半的长度，然后梳子一半的角度，剪一个去除的切口。好，这样呢，我们这边呢就剪好了，然后垂直分到耳上点。拉起来，随着头型走，跟随导线去修剪。继续，那逐渐呢变成斜向前，到耳后开始就转变成斜向前啊，因为斜向前呢会帮你收窄两侧的宽度啊。来继续，然后呢，并且会制造向前的流向。走，最重要的这种方法呢，是剪不到后面的重心的啊。只会去掉耳后的这些重量啊！大家看，我剪掉的基本上都是耳后的长度。这也是相当于去角的一种方式，逐渐向下去排列。然后呢？这个鬓角呢，还可以挂在耳朵上啊。待会儿呢，吹干之后，我们会把外线呢进行再重新修整一下。那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去完角之后，它完全会变成一个前短后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看，我们通过去角会把它剪成前短后长，所以呢，让两个耳后的位置呢会极其的收紧。好，这边还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清。好，我们相同的角度、相同的长度去修剪。好，放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两边的长度。确定呢，它在落下来鬓角的位置的长度一致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后垂直。
继续。然后变为斜向前，好，就去两侧耳后的位置的长度。好，你看我们耳后去完角之后呢，就变成斜向后了啊，前短后长啊，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位置呢会极其的收紧，然后鬓角呢会往前推。接下来头顶，那因为这些方法呢，我们之前都详细的讲过，在这儿呢大家就直接看一下我们组合方式就好了。来，头顶的位置我们拉高。拉高啊，这个有剪切线，我们沿着剪切线呢，去向上提拉啊，但是前提你的切口一定要延伸你后边的堆积啊。好，接下来我们采用一点放射的方式，随着头型走啊，这样呢，你能把后面的过重的堆积去掉一点点的角。来，继续。继续，这个时候呢，上下呢会有一点点不连接啊，大家不用管它，你想连也可以。好，一点放射啊，这样走一点放射呢，前面会放长，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比较长的刘海。好，这样呢可以得到一个长的刘海啊。那如果我不想要这么长呢，怎么办？那我就在侧边去垂直，两种方式你可以去选择。好，继续。当然，如果你想要我昨天直播间剪的那种短刘海的，其实方式是一样的啊。我们再向前带，把刘海呢剪短就好了。这样呢，我们把下边挂在耳朵后边啊，然后刘海的位置呢，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长刘海。待会儿呢，我们再把刘海剪短啊，让大家看一下。然后两边呢是极其的收窄，现在我的外线没动啊，待会儿呢，我们再把外线进行调整，后边的饱满度是非常的漂亮啊。好，另一侧方法相同。好，跟随导线走。好，继续一点放射，先剪一点放射，让它变长，让大家看一下长刘海和再短一点的啊，然后到更短一点的刘海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好，假如我随着切口一点放射，前面的刘海呢就会很长，看到了吗？就会很长，啊，
啊。当然，你也有这种大刘海的这样的需求啊。比如说，顾客这个前面啊要顶得很高，或者就是想要那种八字刘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放长去剪。那不想要这么长的时候呢，我们就垂直啊。刚才已经讲了，就垂直去修剪。好，随着头型垂直。那这个头发呢是上下区域不连接的啊。好，那这样呢，我长刘海呢就剪好了啊。然后我们把前面的刘海呢变短一点点啊，变短一点点。好，向前带，稍稍剪掉一些，继续。在前面呢，我们去拉一个方形，然后刘海的位置拉高，把上面的角磨掉一点点，因为我们又重新定了一下长度啊，所以这个位置呢看起来比较重。那这种去角的方式呢，我们的线上课里也有啊，在 FG 里。FG 长发里就是这个方法进行的去角啊。好，这样呢，我们的结构呢就剪好了。我们先看一下湿发的状态啊。好，那这样呢，我们湿发状态大家已经看到了。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呢，做一下外线的一个修饰啊。外线向前梳理啊，向前梳理，你会发现镜车点这儿有个角，我们点掉啊。那剪真人的话，你就直接0度放下来去修剪就好了。好，我们看一下，哎，这个长度还可以啊。好，自然一点啊，不要把它剪得很齐。这边方法相同。呀，向前梳，压低向前梳。你看你镜车点呢，长度呢就会出来，然后修的稍稍圆一点点啊，不要让它那么长。OK 啊，大家看一下后面的饱满度极其的收紧。然后呢，外线剩下的外线呢，我们吹干啊，再进行修饰。牙剪一打啊，看起来呢就会短一些啊。然后我们把剪齐的部分呢。在纵向的进行去角，有角呢就去，没有角呢就不用去，让它尽量看起来柔和一点。好，好，接下来呢，我们进行吹干，去打薄柔和。好啊，我们对这个头发呢做一个基础的吹风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刚才剪过的齐切口部分呢全都柔和。越到前面呢，会有一点点不连接啊，因为我把刘海放长了。好，继续。
下边呢我们够不到的，待会儿用牙剪去打薄。来继续，越到前面呢会有不连接的出现。好，这样呢我们揉合完了，紧接着我们要用牙剪去在底部呢做一些去亮。把底区分出来，无痕牙剪直接打薄啊！因为我这个头膜呢，头发太厚。边缘的位置呢，做的柔和一些啊，但不要打得太碎。待会儿呢，我们徒手剪，再进行处理。好，再分一区，啊，上区的位置呢，耳后的位置呢，我们还是要多去，做一个去除的切口。越到后侧呢，越远离发根。到后部最中间呢，我们打堆积的切口，在发尾的位置呢去做一下。我们还要是保留后边的亮感的啊。这样呢，我们这边就打好了啊，看起来它这个面呢，啊，非常的圆润。好，上边呢就直接在里面做一下抽剪就可以了，均匀的去亮。好，侧边呢先分出上下的2分区。鬓角的位置呢，我们要打去除，多去一些啊。大家也能看得到，我这个头膜很厚。那你具体在剪顾客的时候呢，你去多少量，根据你的客户的素材来的啊。假如你的客户头发很薄，你就不需要用牙剪啊，点点剪去修饰一下就可以了。好，上面呢方法相同。我用的牙剪呢去量不多啊，它最后呢也不会产生毛躁啊。到刘海的位置呢，我们就打中段就好了啊。好，这样呢，我们做出来一个大概比较柔和的啊这样的一个面儿。那接下来另一侧方法相同啊，另一侧方法相同。底区，下边呢，我们就直接做去亮就可以了。把外线剪得柔和一些。好，第2区，我们耳后的位置呢，要多去。到后边呢，逐渐贴近发梢的位置进行打薄。好，侧部直接打去除。
然后头顶的位置，在发中的位置啊进行去亮，但是不要打到表面啊，方法还是相同的。因为我的头膜发量太厚。好，接下来呢，我们采用平剪的方式啊，进行修饰。从刘海开始，我们分出薄薄的一层啊，在这一层里呢，我们去做滑剪，让它下边看起来更加的柔和。好，第二层落下来呢，我们看一下重量有没有淤积的地方啊。上面呢，在中段的位置呢，要用点剪。刘海把齐切口柔和掉。好，看好刘海的柔和度，哎，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啊，就不需要再做更多的打薄。好，我们看一下落下来的效果啊。OK 啊，然后后边呢，主要就是外线的部分了啊，我们徒手剪，把它做的均匀一些。后边耳后的位置啊，我们稍稍的清理一下啊。哎，你看，这样呢，它就会柔和的多。耳前 C 型梳理，把里边的头发滑剪，好，翻过来啊。这会儿呢，你就能看得到这个鬓角呢很柔和，即使它放起来也很柔和啊。好，外线。啊，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柔和度啊，看这个外轮廓形呢，圆润饱满，很柔和，下面呢又收贴。来，这边方法相同，在里面呢去做滑剪。好，再来一层。上面的头发呢，用点剪。好，刘海的部分呢，还是一样。好，这边的耳后清理一下 ，C 型梳理，把表面的头发梳走啊。
向前 C 型梳理，把下边呢划掉一点点。好，接下来呢，我们去用滚梳啊把它造型。来，鬓角的位置啊，转。这样可以吗？啊，这样呢，我们把这个鬓角往这边转，耳后的位置呢也是一样。向后转，向后转，好。后脑勺啊，我们做一下支撑，让它鼓起来。后脑勺这个位置呢，分一个 V 型，在黄金点这儿就可以了啊，分一个 V 型，直接去吹，啊，拉高去吹，这样呢，表面呢它会蓬松一些。这边。转，这边反手，然后耳后的位置啊，同样。好。向后走，这个只吹发尾啊。那这个发型呢，啊，我们就吹好了。造型呢，哎，只是在你剪好的基础之上啊，进行锦上添花的作用。来，接下来我们打一点点湿发品。好，打一点点发蜡，抹在发际线边缘以及发梢的部分。好，把它打透、打匀。好，接下来用梳子呢，去梳出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形状。好，造型呢，它是这样啊，兄弟们，先把它梳好，然后按照你想要的形呢，再去捏出最后的细节啊。
这边方法相同。我们剪的是挂耳短发啊。当然，我们这个鬓角呢，这样梳也是很好的这样梳也可以。但是呢，我们剪的是挂耳短发，你要把这个鬓角呢夹在耳后，然后呢，你会发现侧边为什么会剪不连接？因为只有剪不连接的时候，你把鬓角夹在耳后的时候，上面这层掉下来，直接就可以过来了这样呢，不会很生硬。好，这样呢，我们梳好了之后，开始在表面呢做一些线条稍稍的拽起来几根。好，这样呢，让它自然一点点就可以了。注意不要拽的多了，多了就乱了好，来我们看一下耳后的位置呢，因为你要夹耳后，所以我在耳后的位置掏了一下这样呢，你看它耳后的这个轮廓会很好它不会有那些碎碎的粘在一起这样呢看起来比较工整利索。然后看我们耳后的位置呢是极其收紧的，然后再看后面的饱满度那我们这款发型呢它的重心比例大概占到2:2左右看到一半的位置大概占到一半的位置好，希望大家呢能多看几遍能跟着去练习。好，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反复的观看，并且能加以练习，彻底能掌握这2项技术那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